在上一集，24组乐团首度走出舒适圈，打开了感官之门的第一道猎场。在那里，他们燃烧能量，引爆情绪，用最直接的方式宣泄声音的极限。而今晚，我们即将迎来第二道感官之门——暗域。 乐团就是一个集合体，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的长处。你假设一个人想单打独斗做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那我们合起来，试着做出自己没办法完成的音乐。 今晚，乐团即将进入感官之门，通往的舞台是暗域舞台。同样的，这一次没有主打歌的加持，乐团们带来的是更具风格的单曲。暗域舞台带你潜入意识的深处，发掘你的黑暗，发掘你的敏感，或者是发掘你想都没想过的状态，享受精彩的现场演出。 请放下语言，收起逻辑，感受音乐的能量流动。Level 2感官之门，24组乐团透过抽钥匙的方式，分配到3种感官之门。暗域舞台，让音乐唤起你的潜意识，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说实话，大家一定有去过音乐季的时候，会看过一些乐团很忙，很多配器，比较深沉、黑暗、内心，唱的东西你其实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比较 deep， 实验性非常非常重的。有些情感是不能用话语说出来的，挖掘出我们心中深层的欲望。你如果今天想看一些 不同于你以前看过的东西，有一点跨出你自己听音乐的舒适圈的话，你可以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暗域。这暗域对我来说不会是一个超级大的舞台。我们那个年代，说以前地下社会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嘛，The Wall 啊，也是很适合的，就蛮暗域的，地下室很黑，公交也蛮适合的，老猫也蛮适合的。暗域我想提一个，我有看到暗域舞台里面有旺福，你觉得旺福 做后摇合理吗？他们好像没有那么 deep 的歌，你就会觉得旺福就是长那样。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搞不好他们拿出一些比较暗黑的元素的作品啊，可以发掘出小明黑暗的那一面。大家好，我们是老猫侦探社。我是主唱卷毛，我是鼓手玉静，我是贝斯手高阳，我是吉他手直汉，我是吉他手延续。看到有人法掉，fuck up。很期待看到那种观众被冲撞啊，在冲浪啊什么的。对，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也会下去玩，但现在都会买2楼的座位，就看他们玩就好了。我们选的是那个加州旅馆。 然后，因为这首歌就是很奇怪的一首歌了，因为我们的歌听起来就是比较躁中带郁，先像加州旅馆有一点先很阴阴悠悠的，然后然后这个完之后有然后这样，就是一直切换，要抽象哦，切换的这个要抽象又有剧，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懂我的意思。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下一组乐团——老猫侦探社。
我倒是想却留他一宿。我想我走不动了。你说阴间可有爱人为我等候？我倒是想要唱他一首。我倒是想去留他一宿。你说那些远古的人类都去哪里了？下地狱了吗？是否还会像一家一个的逃脱大浪淘尽我温柔梦想？打开耳朵只剩下小小冷风吹送。我想我走不动了，还有人在旅馆吗？我倒是想去留他一宿啦。我是 Sandra。神秘客们呢是一群最喜欢音乐的人们。那在这台温馨的露营车里面，我们要邀请到神秘客跟我们聊聊对于刚刚的音乐演出最真诚的意见。欢迎今天神秘客葛希望老师。Hello， 大家好。老师觉得怎么样？很暗喻哦。这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他那个低频啊。他那个其实刚听的时候不是很舒适哈，他那是故意的，故意让你心情烦躁。对，而且主唱他的唱法也是很特别，感觉不在音阶上，然后又很和谐。你说那些远古的人类都去哪里了？下地狱了吗？是否还会像一家一个的逃脱大浪淘尽我温柔梦想？很怪异，可是又不违和。那这是他的特色，我觉得。这一团呢，其实大家都说他们是台式迷幻摇滚。那有人特别说他们的歌词很厉害。他们刚刚唱这首歌叫做《加州旅馆》，我想说 Hotel California。对啊，但是他有点致敬的概念。他说：“你说现在还有人住在那个旅馆里吗？”他记忆点很深，这种风格的，我还头一次听。所以他的你觉得氛围创立跟那个空间感、那迷幻都有做到？有做到，第一团。不错，算是有一个很好的 set example 的感觉。Yes。欢迎收看《摇滚指数狂到想吐》。你看，节目组又在搞新花样，这次搞了3个舞台，分别叫做烈场舞台，就是给那种很烈的、有能量的乐团表演的舞台。烈。他们还搞一个叫做暗喻舞台啊！这暗喻舞台就是让那些观众有听不懂的，或是想要听一些实验一点的，你就可以来暗喻舞台。还有一个叫做回音舞台啊，专门给那种比较有情感共鸣的观众听的啦。好，家波，我现在直问你，你现在针对这3个舞台你怎么看？3个字，不飒飒，笼统嘛。那个暗喻舞台，你干脆黑暗天下武道大会好了啦。最大的问题，甚至不在这3个舞台上面。这个节目组缺了一个舞台，
好，缺什么舞台？分手擂台。对嘛？你看才可看嘛。24个乐团，100来号人物，没有吵架的吗？没有 beef 吗？没有互看不爽的吗？一定有嘛！就如同我们跟你们这个节目组，我们直接上分手擂台，请记住我们的精神，摇滚指数全面监督。ban 不见，ban 出来！老猫侦探社吉他手陈彦旭。看现场的演出，通常希望在现场获得什么？看到乐手出包。没有啦。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共振效应。我是团长冯毅，我是 Rain， 我是贝斯手圈圈。这位是我们今天的代班，我是代打贝斯手 Tony。我从楼梯上摔下来，然后就是手这样往后靠，然后这边骨裂了，所以我们今天找了一位代打贝斯手。对。我们其实看到舞台的时候是有点吓一跳，因为我们平常其实是比较少在写那种真的很重，然后很 heavy metal。但是我们后来决定换一个路线，就是我们走一种有点可爱，但是又有一点黑色幽默，比较黑暗一点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都穿很可爱的草莓。对，它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其实这些上面都是眼睛。对，所以它其实有点凶这样。观众们准备好了，紧接着是共振效应。
对，哇，好强哦！怎么样？很厉害哦，小神童。小神童，现在还是神童。我现在才知道，就是他。对，他是乌克丽丽就是他们还神童。记得嘛？冯毅，然后那时候还去 Ellen Show 啊，美国达人秀，那时候年纪轻轻的。对，那时候我看是小朋友。对啊，他们现在做的。这个算是我觉得有点后摇，平均年龄17，我记得是17岁左右。对啊。先跟老师说明一下，因为暗喻嘛，跟你们昨天那个猎场听的很不一样，猎场就是要炸。对对。那暗喻就是你就是想说去音乐季有一点迷蒙，有点阴郁的，你觉得他们有符合那个暗喻？我是觉得很适合，很符合啦。我尤其是那个 keyboard 手好可爱，专门来些哦那种气氛。老师今天看那个 keyboard 手，觉得他很可爱，对不对？对。他首登场的时候，他是贝斯手，是因为啊发生一点小意外，他骨折啦。这是小意外哦。对，然后他可能觉得说，哎，我贝斯没办法，哎，我今天来弹 keyboard， 那也要很厉害的，我觉得。这一团哦，可以当做是年纪轻轻的神童团，但他们的音乐很成熟，好听哦。好喜欢这条。因为它叫暗喻嘛，比较黑暗，然后会比较炸的那种风格。阴郁、emo、内心戏、忧郁、冷调、金属感比较重一点。野东西，因为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然后觉得一定就是可以发泄的感觉。期待子曰他们的歌曲也是，就是蛮符合这个暗喻的主题，就是有一种比较黑暗的感觉。大家好，我们是子渊。哇，音乐啊，对我来说蛮重要，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可以强化自己情绪的东西。就我比如说今天开心，我就可以放点开心的歌，让我自己更开心这样。如果今天我就今天我就放一个很歌，就让我更这样，我就可以更好的消化我自己的情绪。音乐就像抽屉一样，就是我能够去审视我自己。对，就是不管是任何类型的音乐也好，就是能够从中汲取一些对于生活的感悟跟想法。我们选择的是我们自己整个职员第一首做出来的单曲啊，就是线。那我们在线当中有做蛮多改编的。其实因为我们这个舞台它就是有点黑暗，然后有点迷幻的感觉。那其实我们这首歌就是有这样子的元素，也是我们想要更凸显这个元素，我们想要让它更有那种迷幻的感觉，那种阴森的感觉，对，抑郁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有做一些段落上的或是编曲上面的改变，还加一些合成器的，跟原曲不太一样。当城市放肆的或者心眼，好像也觉得无所谓，试图隐蔽多上映过的预备，还比你的说中结罪。
倒也不是第一次烂得彻底。尽管闹吧，也数不清多少次卧冰冲击。做了再多，只为能感到愉悦。现实把梦涂黑，老早认清本事，别轻易逾越。band 不见 ，band 出来，纸鸢鼓手秉承。今天真的超开心，我的好朋友 Echo 能够来这个节目跟我一起聊聊。Welcome to Festival， 大家好，我是 Echo。Festival 啦 ，Festival， 哎，你今天怎么会来啊？我乐团咖啊。然后你刚刚听的是纸鸢，纸鸢，之前知道他们吗？不知道，是完全不知道。你来自台中哎？对啊，同乡。你知道上次他们初登场的时候啊，很多网民啊就会说，这不就是在草东？那我觉得，不是我说的哦。但你有觉得吗？觉得还是纸鸢还是要走出自己的路。我刚听完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觉得音乐咬得蛮紧的，队伍都有抓在一起，对他们团员都有抓的，我蛮喜欢的。比较一下哦，共振效应，你知道就是那个冯毅那个乌克丽丽神童。我从小可能10几年前就看冯毅了，对，他真的强，他真的牛逼。因为我是吉他手，所以我对于吉他那种激情 solo 啊那种东西比较，到我心。你现在整个人火起来，我比较喜欢共振效应。我们是子渊，有子渊今天来参加这个是暗喻这个主题，你觉得你们适合吗？非常适合，因为我们这首歌叫做羡，那顾名思义，这首歌就是在羡慕别人。其实我觉得人性很多暗面的东西，都能够用暗流这个舞台去呈现。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对啊，因为我们的首张专辑就真的都蛮抑郁的，就是都是在做讽刺、反讽这件事情，对吧？所以 lucky。我觉得刚刚其实很悬，那个干冰让我的大鼓往前跑了大概15公分。真的吗？真的，我踩不到大鼓。筋斗云，真的筋斗云。所以是那个云，它会自己移动的。没错，他把我大鼓带走，蛮奇怪。酷，干冰吹得很爽。对，干冰吹得很爽。地板变得很滑了，因为我舞台动作很大，我刚才两度都重心不稳掉。有跌下去？没有跌下去，太可惜。应该是在最后要进副歌的时候最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同时要调琴上的 EQ， 然后又要把8度音给踩掉。就如果没有把8度音踩掉的话，那个音色会瞬间怪掉。好的，然后今天来这个舞台，你们有期待谁的表演吗？就是旺福这么阳光的乐团，因为上次抽钥匙啊。是小明抽的吗？对，小明抽的。哇，他内心原来是……对，他其实是黑暗的。你们今天可以见识到旺福的黑暗面。对，我小时候看过，私下再跟你们说。就是爽啊！去看漂亮女生，最真实的样子。
不要给白。人家问你一个你看表演想看什么，然后你去批判表演。对啊，他不是在问你看表演的时候，我要什么？然后他问你看表演，我要什么？我要一个很真实的样子。那你真实吗？还蛮真实的。虚伪。这首歌叫《K 传》，然后他在讲，就是看我们穿着就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漂亮小男生，然后他们就是一些怪大叔，然后他们就是在凝视着我，然后我很害怕，我很压抑，然后我最后就会爆开，然后我就会受不了。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谈和解的歌啊，哦，是和解之类的吧，可能跟你的那种很肮脏的欲望和解之类的。哦，那你们有要问这个听团猴在这边想要讲话，有问过他？秋波艾丽，现在立刻暂停录影。我是检察官 Sandra， 现在要对团员吉他手黄建达发出搜索令。你那硬碟拿给他。你现在马上就会被带离现场，然后隔离进行审问。我们呢，待会会对你们的团员开始进行一系列审问。然后那个建达平常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你们很想要问他的？因为呢，他在当地是不能说法。三个有没有吵过架？有啊，我蛮常吵架，因为我待会还会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那我就看他待会怎么去面临一些可能网络上对你们有的质疑啊或什么，他回答出来吗？他回答出来啊，可以哈。对，反正就是他就推给别人就好了，就是工作不是我，就是我不清楚啊，我不知道，可能是怎样吧。他蛮会推卸责任的。哦，他比较是扛棒。对，他是有人的颜值。我蛮迷幻术的。对。烂炮。欢迎来到真实之境。我发誓将诚实的揭露我所知道的一切。我会为真相负责，尽管真相令人不安，即便真相真的伤人，也许真相会改变我们乐团的关系。我依然选择凝视这面镜子，因为它是真实之境。黄建达同学，欢迎来到真实之境。我们接下来呢会有几题我要先感受看看你有没有说谎。但是只要你有一点点说谎，或是你身体呼吸有任何的波动的话，其实我们机器都是测得到的。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建达，你有反社会人格吗？我觉得有。你的团员有反社会人格吗？每个都有。请问哪一位团员反社会人格最严重？邱成芳，我们的贝手。邱成芳同学，我感受到他非常非常严重，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你没有说谎。请问一下，你单身吗？我不是单身。Are you single? No。你的英文程度好吗？不好。会怕英文吗？一点点。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Can you introduce your band in English just a little bit? Oh my god! Oh my gosh! 不错，说到现在你是没有说谎的，还算是个蛮诚实的人吧。好，那我们要开始问一些比较犀利的喽。上次你们的首登场呢，观众的回馈是说这个根本就在模仿 Radiohead。你们有模仿 Radiohead 吗？没有模仿啊，参考而已啊。参考哦，参考跟模仿的差别，可以请你说明一下吗？模仿就是把它整个搬过来啊，我要像他，但是我们没有要像他。真的吗？因为上次六王老师说，你们吉他手连那个刷扣的扣都很像 Creep 里面哦。所以你是参考还是模仿呢？我是参考啊。那今天还会继续模仿吗？今天不会模仿，一样是参考。你现在有点紧张吗？没有啊，没有紧张。那声音短太漂亮，会紧张。好，你的团员是否攻击性很强？每个人都攻击性很强，好不好？但你有实质上被团员揍过吗？突然给我一拳这样揍下去。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反应是
好的。因为你的团员有无法克制的暴力欲望，但是你呢，好像是属于逆来顺受型的，甚至还有一点享受。他是最暴力的那个，好不好？这样被凌虐的微微的快感，是或否？我觉得不是，是我在压抑。好，上次我们有一个调查，你是被评为秋波艾丽最受欢迎的成员，你的分数比贝斯手足足高出了5分这么多，请问你对于这个结果意外吗？非常意外。为什么？因为我们贝斯手顶着一张帅脸。但是他的人格不是不好吗？他不好，大家才喜欢啊。坏男孩 听团仔就喜欢这种。所以你是一个 good boy 吗？我是 good boy 啊。好，那你觉得你的主唱？你是一个 good boy 吗？我是 good boy 啊。哦 ，OK， 怎么个 good？脾气好，好沟通，随和。他超难沟通。他超难沟通。好，如果今天桑尼、胡凯儿、芷渊邀请你加入这3团，你一定要加入一团弹吉他。请问你会加入哪一团？我会加入桑尼啊，因为我想要在乐团里面多一些快乐的氛围，因为在秋波艾丽太黑暗了。哦，秋波艾丽是黑暗的，是黑暗的，对。好，最后请问你觉得哪一团的女粉会听谁的？感觉颜值最低？芷渊吧。为什么呢？因为芷渊感觉比较多直男会喜欢。好像也是哎。最后，请你帮我随便报一个团员的料。邱文芳王子病很严重，就是表面上很随和，但其实他心里都有一些定见，然后会背后在偷偷 murmur， 然后不爽这样。哦，所以他是一个双面人喽。可能有时候有哦，对。好，2位团员哪一个如果不是团员的话，你不会想跟他当朋友？邱文芳吧。好，谢谢黄建达同学。根据以上问答还有刚刚团员的讨论，我判断你们乐团秋波艾丽会是乐团季这个节目的恐怖分子。Once upon a time, there's a you in blue dress. Tons of fragile mind occupying my bed. Is that true? Sounds like been cat. It just fountain. Kiss me and smile, drive me nightmare away. Once upon a time, floating those at my brain. Summer shells and lights.
的菜，你的菜啊？超喜欢音摇，完全做到一个极致。我很少听音摇哎，但是刚刚听完了，还蛮舒服的。但他们是英文词哎，你刚没听出来对？想说，英文的，我刚刚想说他在英文什么什么。然后，所以他的英文词其实非常的 emo 哎，他说非常把 emo 时间掐住。老师，他说 choke the time， 然后 drown the ocean， 就是我要把时間掐住，然后我要让海洋淹水。可是根本不可能掐住时间的脖子，或是让海洋淹没啊。所以我想说，哇，有点哲学耶。掐住时间，淹没海洋。哎，文学呢？没错。好啦，所以这一团我蛮喜欢的。那跟你之前共振效应、纸鸢，然后他们还有我比较喜欢这一团呢。跟谁比？共振哦。对。我还再更喜欢这一团一点。商业价值嘞，1280万投他们的话，你刚刚是投纸鸢。如果他们有一天呢，往那个落日飞车那个方向走，我觉得做得起来吗？国际性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好。台湾的音乐要迈向国际，带领健保迈向国际。来，再念一下他们的副歌。来 ，Choke the time, choke the time, drown the ocean, drown the ocean。我们现在已经听了暗喻的前4团了，但是我们要找个超级符合这个风格、这个主题的一个示范乐团，来让大家看看，哇，暗喻的 OG 会是谁？欢迎收看摇滚指数狂到想吐，来乐团图鉴报告。今天是康斯坦的变化球。好，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康斯坦变化球。他们所有的乐手呢，都可以当主唱哦。每一首歌，比如这首歌鼓手当主唱，这首歌贝斯当主唱。再来呢，他们这个乐团啊，里面的乐手大部分都有尬其他团啊，对，吸取其他团的精华，就会变化多端了。变化多端让我想到什么东西？想到什么东西？我们节目摇滚指数，我们主持这个节目主持了40几年，并且镜头灯光始终如一啊！哎，有哪一天改变监督你们这个节目的立场？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凭着良心在监督你这个节目。没错，做不好的地方就改，绝对不像那个变化球变来变去。我们永远坚定我们的立场。ban 不见 ban 出来，秋波艾丽吉他手黄健达。好意外的旅程，做到一些不劳而获的梦，看似星月啦。好意外的旅程，平淡如水的爱情，看似安稳啊。好意外的旅程，得到一些可以任性的机会，看似自由啊。好意外的旅程，做到别人也想要做的事，看似精彩啊。但是事实上发生的从来没想过，真想要的都被别人拿走，没决定太多事，就这样到了今天。然后接下来变成了阴沉的烂剧，再大一次希望麻醉了痛苦，只能进不能退，看不起放不下，不得不走下去。我们半推半就的
得到一些可以任性的机会，看似自由啊，好意外的旅程，做到别人也想要做的事，看似精彩啊，但是事实上发生的从来没想过，真正想要的都被别人拿走，决定太多事就这样到了今天，然后接下来变成了阴沉的烂剧，再打一次希望麻醉了痛苦，只能进不能退，放不弃放不下，不得不走下去，我们半推半就的人生，没有和你一样被眷顾的未来，我们半推半就的人生，怎么过啊？怎么过啊？我们半推半就的人生，没有和你一样被眷顾的未来，我们半推半就的人生，怎么过啊？怎么过啊？遗忘的灵魂啊，安静的运转吧，忍耐的灵魂啊，安静的运转吧。嗨，我是阿强，在我身旁的是邱博爱你。今天是那个康斯坦变化球当示范团嘛？你觉得他们有哪些特质适合这个舞台？嘶吼，够 emo，帅毙，对，那个女鼓手，然后就是这衣服这样拉起来这样，有他有刺青，对，可以拉起来。他们的后摇跟你们后摇要什么？我觉得他们的会再更烈，然后再更红。你们以前有把康斯坦当成劲敌过吗？组团的时候，目标是劲敌，把它当做是我们的目标。对，向他们学习啊，前辈。这边我身旁的是康斯坦的变化球。这首歌是有选过的吗？算是，还是你们就选一首你们最红的歌？哎，不要这样说呢。有啦，有按。你们平常有亮的那部分吗？康斯坦变化球有几首歌还是有啦。有几首歌？大概几首？大概1首吧。找来了那个康斯坦变化球，给大家一个榜样。然后康斯坦也选了他们最有名的那几首歌其中之一，因为我都爆康斯坦，然后紫渊也很喜欢，你还是会选紫渊呢？之前就有在网上听过他们的歌，那今天其实是第一次听他们现场，那其实有惊艳到我，就整个的现场张力是很够的，大家整个也很喜欢。也有讲出一些现代年轻人的一些
心声。他们的歌都是在暗讽一些社会上面的事情，像刚刚表演的线，就是很多人都是像井底之蛙一样，在井里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然后就开始骂别人。公认第一，然后职员第二。其实我蛮喜欢老猫的，所以我应该会给他第3。老猫会赢秋波艾丽的点，就是因为他们今天给我一个听感上有点像荒诞喜剧，就是一开始那个气氛，贝斯出来那个很低沉这样子，开始进入状况，唱那个嘶吼、呐喊那一段啊，就感觉哇释放压力了这样子。我们现在在这个云端，就让我想到天堂，但是就让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善事。不是说为了要上天堂而做善事，而是说，我觉得这个空间也像，当你做了一件好事之后，你心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做音乐就是要为你自己做善事。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把音乐做到我们觉得很满意，就是跟做功德的感觉一样。我最喜欢看到就是表演者真的在玩的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对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就会觉得很有共鸣。可能看到他们有一些脱序的，就例如说好弹错，然后他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不是 CD 可以听到，然后一听到就会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有一种就真的在 live 的感觉。这首歌叫做《医生》。以前的很多描写女性都是归院，比如说丈夫去北京考试，比如说丈夫还没回家，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古代的女人很辛苦，但现在女人也有现在女人辛苦的地方，只是以前的那个更压抑吧。所以我就想说，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很黑暗的一个部分，然后我把它带她穿过时光机，到现在来，然后看心理医生的这样的故事。你各位啊，仔细听，接下来是百合花。半不见。band 出来，百合花主唱吉他手林奕硕。哦，这一团呢，我要邀请到2位神秘客跟我一起听接下来乐团演出。我们要欢迎康斯坦变化球的2位成员。大家好，我是 Creed。很金毛。不是组团很久了，还是会有讲话的时候。一定会，还是会，对不对？为什么康斯坦变化球能来当示范团？我帮大家介绍一下。说到你们后摇代表团这个词，听了。但蛮高兴的吧？这算是一个会高兴。那如果厌世乐团这种号呢？也不错啦。但你们人厌世吗？其实私底下偏乐观。私底下偏乐观。我刚一直不敢进这个露营车，因为你们气场有点有点。就啊，真的吗？就是对啊，而且你们在音乐上啊，金曲金音都入围过，一个是金曲的最佳乐团对，然后金音是最佳摇滚歌曲奖。对，今天其实你们来做示范团真是超级适合。那刚在舞台上感觉这个舞台啊、灯光、气氛啊，我觉得超赞的，蛮赞的，因为它等于舞台的后面都有对。那就蛮酷啦，很嘻哈，对，很嘻哈。因为谁会在舞台后面，等于是超级近的看到的，所以对你们来说也是蛮奇怪的体验。那我们就接下来一起听下面一团百合花。
手行微微，为阮阿家爱来吃亏，爱阮目屎是人水。来坐，我的人客。人讲的话是真是假，无需要去想太多。OK， 百合花这首，医生觉得怎么样？觉得主唱很累，他很忙，对，他真的很累，就是他第一个波真的强壮，对，背两个琴，从他背两只琴上去，就知道这个人没有来，不简单，对，这个人不简单。因为很多人他们说，他们百合花是台式乐团的教科书等级，因为他们很多元素。我们就一直在猜他有一个就是很大的音效，不管是吉他还是贝斯，我就觉得很好听。其实那就是很肥大的那种声音，其实就蛮中我们的胃口，而且有些其实对肥大就是低频肥大。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特色是，我觉得听的感觉有点像是用歌去代词。就其实我可以完全就不知道他唱什么的关系，我可以很享受，因为他已经非常不一样。他前期的时候那一段就有对，然后才进才开始那个一个小音错嘛，对，就是情境的代入感。爱阮目
们中间还会穿插一些就是小停拍什么的。人讲的话，真是假。对。但是我觉得那些设计都非常赞。他刚刚的内容其实还蛮迷幻的，因为我们也蛮听这种类型，跟 Creed 这种蛮吃迷幻这一块。对，在外面如果说看到音乐季，如果假设你们不认识的团体，然后看到这样的呈现方式，你们会停下脚步多看一下吗？当然会啊，应该会。这个算很特别。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下一团吧。我自己蛮喜欢百合花的。风格是在整体里面很突出的，可是它还是可以把那个暗喻的东西表现出来。音乐跟整个这样的表现，非常的有一个戏剧张力跟表现，跟那个就是画面感。那您的心情当然也会随着他们的那个气氛的掌握，然后会被引导，然后呢带着走。我觉得这是百合花他们非常擅长的一个部分。我今天最期待就是旺福，对，就是很想要看他们的反差到底可以多大。我一开始自己是觉得旺福大前辈旺福怎么会在就是暗喻隐喻这种主题？因为他们的歌曲，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走比较可爱、比较色彩缤纷那种风格。我实在是想不到有哪一首可以放到那里面，我不太行。旺福来暗喻干嘛？我对旺福的印象就是有点类似香蕉哥哥那样旺福旺福百岁哈！欢迎收看摇滚指数狂到想吐。乐卡，我问你一件事，你觉得拍子重要还是拍得爽就好？家波，那我反问你，你觉得拍谁少年暗流的时候，在本台立场该不该拍手？我现在就在这里郑重声明，本人我坚决反对暗流的时候拍手。每次我在听暗流的时候，一堆拍手吼在那边乱七八糟乱拍，搞得我听暗流的心情都没了。不准拍手！家波，我跟你说，我现在告诉你本台的立场，官方立场，拍手的时候该怎么拍。就这样拍啊！你这不就乱拍嘛？我没有乱拍嘛，因为那些拍手红在现场，那拍子就拍得很乱啊！我这样拍是稳住我自己的拍子嘛。你看我心情好，我就拍快一点；我心情不好，我就拍慢一点。所以我觉得拍子准不准一点都不重要啊。那我懂你意思了，很多乐手也都这样搞啊。他们在不影响歌曲的架构之下。拍子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一点，这样听起来反而更爽。对，自由节拍嘛，对不对？自由节拍，来表演给观众看。自由节拍，看好了，拍手哦，这是有技巧的，要拍就给我好好拍。如果你暗流的时候再给我乱拍，小心我告你！暗流警察随时监督你。ban 不见 ban 出来。旺福 ban 手推机。大家好，我是旺福，我是吉他手姚晓明 ，B 型狮子座。我是贝斯手推机 O 型水瓶座。我是主唱妈咪，B 型处女座。我是鼓手肚皮 O 型巨蟹座。对，有点像真有节目哟。音乐哦，就混口饭吃嘛。差不多，差不多。对，可是我们好像这么20年来没有音乐的日子过。对啊，就是每次看到吉他就会拿起来啊，每次去逛乐器行也会买个1-2把，就大概是这种生活吧。最期待看到专辑听不到的东西啊，比如说来看我们表演就会看到肚皮吊鼓棒啊，对，看到小明跌倒啊，因为我们今天唱这首歌是很多就是我们以往是会放在
安口会跟大家一起带动唱的，但我们今天做一个完全成人版的很多唱法跟编曲，整个是不一样。我们抽到这个场地之后呢，现在这段就是要给这次来参加所有的乐团，就是说不要被你的舞台框架了，不要理他们，做自己就好。但我们有穿的比较暗一点啊，比我们以往。舞台是用来辅助我们的，不是用来框架你的。我也是希望会有一个很有趣的违和感，这样，那也蛮好玩的啊。挥手，拍拍你的头，我们一起去郊游，真快乐，真快乐，快乐并不需要理由，微笑，快乐并不需要理由。旺福，就是在演出前，我觉得最不可能成立在暗喻这个。但他们有改编这首歌，改得很好啊，因为他们原曲不是这样哦。原曲是轻快的，就很像
本来的旺福。对，还是一样勤快，但是就是加点，还是一样勤快。歌词还是一直说真快乐，真快乐，我就觉得好像跟暗喻不太合适耶。可能要稍微改多一点，而且你知道那个小明就是职业病，在暗喻没有人在那边忽然说来一起来。快乐并不需要理由。唱那么多年，它已经变成一个反射动作，不到。对啦，对，但是他有用那个比较哀戚的语调喊一起来，所以也还是 OK。但是因为他们在暗喻舞台就有点挑战性，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虽然不算是比赛，但是我们有一个机制是说，现场观众会投，我喜不喜欢的，这叫 Mojo 币。那也就是说，他们这个 Mojo 币累积的够多之后，他们才能往更酷的舞台。是，就像比如说，你要从大港到Fuji Rock， 你一定是要累积很多，你不可能马上说，没有唱过一些台湾最大舞台，你就跳去。对，所以就变成说，假设我今天观众觉得，我觉得你们不是很符合暗喻，你可能就不会被投喜欢。然后你们会过很多次这种，对，因为我们有4个主唱，所以就可以。其实也是，对啊，哪一个最嗨，就给他去主导。对，妙招。对，所以算是旺福这次我觉得有遇到一些挑战哦。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康士坦还有另外2位成员，所以我们待会就要邀请 Arnie 跟小米来跟我们一起听下一团演出啦。因为音乐对我来说就是副业啊，怎么了吗？我们就是你的陪衬品，对不对？音乐对来说是不一样，多久？就是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志业是吧？志业。我觉得这首歌它虽然是在讲爱与和平，但是我觉得它阐述的是一种现代人一直强调对立而去做这个对抗，也是想要借由这样子的感觉去跟大家讲说，有平静的一部分，也有很冲突的一部分。这首歌其实有点悲，它是个悲伤歌，对，是一首悲伤歌。阿良，3个老师讲话都，不是说好轻松一点？对啊，说好要轻松的。那教课怎么突然间？野东西现在暂停录影。我是检察官 Sandra， 此时此刻要对贵团的主唱阿良发出搜索令，你现在即刻就会带离现场。拜，知道这马上要进行隔离，还有单独的讯问。对，他就是个毒贩。对啊。真的吗？不好意思，我自己也很装。待会会在里面啊问他问题，但是他其实看不到你们，所以啊，身为团员，你们有没有什么一直很想知道的事？去维也纳的时候，哪一段的经历是他最难忘？哪一段是有很多段的？我们心里都有底吧。就看他会讲什么，因为他随便讲出一个不是我们知道那 part 的时候，他就会被电到。你觉得我会被打吗？或是被瞪吗？不会吗？好。导演不用，他最近就是小朋友出来之后，讲话很恶心，我受不了。他每次都看着手机，我女儿很可爱。他会这样，他会说你再给我哭，你再给我哭，他会这样子。打不下去。好，那你们觉得他当爸爸之后，有整个人就转性，然后变得很温情？真的啤酒喝比较慢。好 ，OK。欢迎来到真实之境，梁哥你好，我今天是遇到你就变成小闹闹的检察官，但是在进入真实之境之前呢，还是要请你诚实面对你的内心。可以现在麻烦梁哥右手稍稍的举起来，跟我一起宣誓吗？右手是吧？对，麻烦您了。我发誓，将诚实的揭露我所知道的一切。将诚实的揭露我知道的一切。我阿良，不遮掩不虚假，愿为真相负责。太多了啦！真相会伤害我们团的关系。真相会伤害我们团的关系，怎么可能？我还是会选择看向这面镜子，
我还是会选择看向那个镜子，因为镜子超帅，好，很强哎，因为它是真实之镜。想请问一下几个简单的问题，我就可以知道你大概有没有在说谎。你是原住民吗？是或否？是啊。你会划船吗？明显吧。我就是问一下，节目给我的题目。有个枪。你会划船吗？会，早期的时候有在做划船，带游客划船。OK， 游客。对。游客被你吓坏吧？我以前超帅，好吗？请问梁哥身高多高？180。嘿，看起来没有180哦，这很好笑。看起来没有180哦，梁哥。好，请问你推崇男女 AA 制，还是你觉得男生就是要付钱？应该是说我们男生都比较大男人，出去当然是男生付钱啊，谁在跟 AA 制那么娘？OK， 你的钱如果要请女生吃饭之外，你的钱也有好好缴税吗？当然有啊，这题有点敏感。好，你这是陷阱题。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梁哥，我现在问一些尖锐一点的问题喽。网友评论说啊，贵团是入围过金曲奖最不红的乐团，请问你同意吗？我同意啊，因为我们上一张入围的那一张专辑，我们其实是做母语，对，才是台湾真正的主人呢。激动。不听台湾主人写的歌，在干什么东西？好，对，干什么东西？好，那你觉得贵团中最带赛的是谁？最带赛，我觉得是杰克。对，为什么？他问题很多啊。我是解决问题的人哎。可以跟你聊聊你们一起出游的一些事情吗？比方说你们在维也纳的时候啊，在维也纳的时候这么多段，哪一段让你最刻骨铭心？来。我觉得我们那一段就是在维也纳的总统府表演，我觉得那是最帅的。刻骨铭心是那一段哦。对。梁哥，所以最刻骨铭心的是演出的时候，对，都不是一些 after， 对，都不是一些 after。你们在给我出这个烂法电子啊？你有没有曾经一见钟情？然后当然有啊，肯定有，不是谁，我们 Rocker 一定会这样吗？还是你？7年前遇到我现在的老婆，一见钟情，求生意志很高哎，她是我的挚爱。拍手！他在流汗呢，他在流汗。好，那我想问一下，贵团谁最色？就是女人缘很好，然后她又很色，因为你觉得赛克最色是不是？赛克最色。你俩3个明明就他自己的，完了绝交。那梁哥是比较 body 的那种。不是，我是比较淳朴派的。想问一个气味的问题，全团谁最臭？各种，比方说像我知道您很爱放屁嘛。你很爱啊？这一题我啦。你吗？真的哇，好勇敢哦！承担，拍个超大幅度的哦，承担。好，最后一个就是来点温馨的。你有没有什么曾经哪一个时刻对团员充满了很深厚的感情，只是当下说不出口？其实一路上这样子玩，然后都没什么起色，但大家都还是不离不弃对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很感动。拍手！根据以上的问答呢，我判断贵团野东西呢是一群有才华的音乐人，同时也是一群臭男人。ban 不见 ban 出来，野东西 ban 手 N1 黄国廷。哇！现在邀请到康斯坦另外2位成员来。嗨，我是小米，我是Arnie，来跟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团啦。
城市肢体破碎的气息，血泪交织的表情，来不及收拾的行李，绝望的声音，有谁看成善良的人民，被迫着结束追寻，有谁听见瓦砾对雨海哭泣？哎，我是阿强，在我身旁的是野东西。对，野东西，发现这件事要唱《暗喻》这个组合的时候，有很困扰吗？其实没有很多暗喻的歌，我算是硬掰上来。硬掰上来，要这么诚实。你们这首歌是有改编吗？对对，因为我们这首歌叫《医生》，然后以前就是会有一些别的传统乐器，我们就把它变成3个人编制。所以今天贝斯手是不是很忙？大家都很忙，然后我原本是比较不忙那个，然后我就努力让自己变得比较忙的。我觉得今天的乐团，你们可能是最适合干冰的。真的吗？对对对，会很像那个台湾民俗故事。哎，可以。细说台湾绿色的光，对绿色的光那种感觉。对，因为汪福在抽到那个钥匙之后，有发现主题的时候有很困扰吗？不会耶，不会吗？对，有那种冲突感的。冲突感。对，这首歌原本它的原版是那个民谣嘛，乡村可爱，就是去公园野餐的感觉。那今天这个版本就希望它有一点在那个酒吧的感觉，这样。酒吧的感觉。对，有点 whisky 的。觉得 whisky。对的。那今天有觉得有看到什么乐团觉得比较有趣的吗？百合花，因为他一开始身上背了乐琴，再背了电吉他，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有稍微研究一下。以后有没有可能我也可以这样子？他们鼓手也有配备一个那个锣在旁边，所以就是打一打会有个短一的声音。你想要锣？也想要端一下吗？有人有的话还是不错。看起来没有很想要，只是讲而已嘛。那你们喜欢今天干冰的设计吗？今天干冰哦，我觉得他很符合这个舞台啊。很有气势。对，会影响你们踩东西吗？对，有一点。超怕跌倒的。以往表演的时候的干冰常常会看不到我们人。对。然后你很难吸气。他们就是怕碰到你们，然后就在脚上看不到你们的脚。这干冰哪里买？但是会滑倒。够一下哦。但是会滑倒。好的，如果想知道干冰哪里买嘛，请继续锁定我们乐团季的各种 IG、YouTube， 还有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汪福。我们刚刚看完了野东西，今天的主题是那个暗喻，你觉得够暗吗？我觉得他们的暗，搞不好比我们的暗还要暗，心里面想的东西还要暗，更暗。你是因为看歌词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刚刚看他们演出也是，就是一开始只是听到的时候，觉得其实也还没有看歌词的时候，我觉得怎么那么开心呢？就整个旋律、整个节奏，也让我觉得很开心这样。然后看到真的表演和歌词的时候，觉得不对，
不对劲。然后他写的蛮猛的，枪声一响，你叉叉都不用洗之类的。现在这样子的风格是比较像是我小时候的在听的，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子，就是很纯粹，有点美式硬汉复古摇滚那种，但技术又很强。然后吉他 solo 一定要脚站很开。对，还有弹完之后。对。那我们刚刚都有听到百合花跟旺福还有野东西。如果你是要投 Mojo B 的观众，这3团如果你只能投给1团，我会投旺福。好，我会投旺福。我应该是百合花，但我觉得旺福也很厉害，他把自己的歌改成这样，改成这个 blues 版本。对，因为我想说，我听过这首歌，这样。我一开始还认不得，对啊，怎么这么耳熟啊？但原本不是这样。我觉得其实那个编曲就已经就是按。那业余票的话，我的 Mojo B 我就给野东西。不过你们就是台湾的后摇代表团跟厌世乐团，大家都会这样讲，所以找你们来也是很合理吧？因为这次我知道是有主题是比较可能 emo 一点的，对，但是有些的是真的有这种感觉，但有些的好像很开心一样。我是一只鹅，我揪了我们那些朋友9个人一起当鹅，然后一起哦。旺福的方向可能是偏开心了一点，我觉得野东西很棒，很热血。但会感觉不出来他的可能优越的地方，共振效应还不错。他们就是没有主唱嘛，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场的人非常的激动。就是我是第一次听他们现场，然后就被震撼到。因为共振他给我感觉没有到暗喻，就是他就是又有跟观众互动，然后他自己好像也蛮享受在那个氛围里面，就看起来心情是不错，没有不开心的感觉。我个人是蛮喜欢秋波艾丽。整个氛围听起来，我觉得还不错。觉得今天秋波艾丽的部分，我比较难进去，氛围感有做出来，现场也是蛮迷幻的，但是就是觉得情绪卡在某一个点进不去。我觉得第1名可能还是芷渊。因为之前就听过他们的作品，那因为第一次听他们现场，所以更惊艳。那如果说今天第一次听的这些乐团们最惊艳的话，应该是野东西，有点摇滚，然后那个重拍又很对到我的胃口。我们会比较抱歉，就是把老猫排到第4名这样子。老猫侦探社有点没有符合我的心中的期待。我们在后面听就会发现说，他们的音乐长度好像跟别人比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我觉得他歌有点短，他还没那个情感还没铺陈到位就结束了。那今天看完整个舞台。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啊，像我虽然我只认识旺福啊，其他我都不认识。对，所以很多也是今天你第一次看到现场。对，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当评审，然后就是我会看很多新团，然后有时候就觉得好吧，真的很新啊，对啊，就是加油，还有一段路了。对，但今天的感觉完全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好，我们已经经过了猎场。还有今天的暗喻，那下一集呢会是一个叫回应的舞台。你们以为是请到 Echo 的回应？我猜了，这个乐团不是回应呢，比较感觉是传唱度比较高的，然后它整体的感觉是接受度很高，然后大众都会听得懂，然后能够随之舞动，比较 chill 那种。不是你们会请到告五人，还是米先生？还是 Trash？ 我们就大家值得期待一下示范乐团是谁。在 Mojo 表中的乐团，团名越大，代表录影现场记名给的 Mojo 数越多。乐团最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硬性要求乐团为了舞台做出改变，但乐团的演出与选曲是否适合各自的舞台风格，将交由记名去感受。
那你自己有意识到你的搔首弄姿的这个行为有 a little bit serious 吗？就是我在唱说我是一无所有的这样，然后他这样，在后面这样子哦。一开始确实 a little bit， 不过我现在这个搔首弄姿呢，就是在快乐的时候，在悲伤的时候我会这样。天哪，塞了！回音是什么意思？余音绕梁，3日不绝于耳。可能会有蛮多空间系效果器，很精彩的 modulation。对，啾转。懂到我们已经被归类到朗朗上这个领域了。我蛮喜欢悠悠的。我还蛮喜欢那个舞台的，然后在上面有一个很像月亮，然后我今天又穿这样，我觉得我很像吃到嫦娥奔月的感觉。那你们有要问这个听团猴在这边想要讲话？我觉得是康士坦的变化球。我们把军装穿到了另外一个高度，就是这次我们准备歌曲的时间比我们 shopping 的时间还要短。我们去101然后去逛一些很贵的东西后来发现就是在 Net 买就好了。这是我们这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的。我是检察官 Sandra， 此时此刻你官位比我高吗？怎么办？我是中军法。我觉得做音乐就是要为你自己做善事，同时也是一群臭男人。谢谢你们。保安，这个头怎么拿？请讲出贝斯手的3个缺点。他比较大猪大姨啦，就是会擅作主张。哇，全都是这个刚要走心里，蛮不爽，我等下要点他。这个主题很郁吗？所以是这个主题是比较 emo 的吗？我可能会比较想听到是这种金属类的。等一下，你先回答我，你想得到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吗？我提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来举证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个变化就是充满在所有的18真的变化多端，想不到了，真的变化多端，想不到了吧？我们这个节目没错，如此变化多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如此，就是让你们抓不到，完全抓不到。